这是史上最冷门的一部奥特曼，它的名字叫《奥特曼历险的开始》，制作于1987年。故事刚开始，位于 M78星云的怪兽行星索尔金发生大爆炸，随后索尔金的怪兽们随着一颗流星来到地球，它们一只降落在丛林，一只降落到海洋，第三只降落在雪山，最后一只划过沙漠的上空。随着一声爆炸过后，砸出一个巨大的陨石坑。本片3位奥特曼的人间体史考特、查克、贝斯还只是3名飞行员。今天他们正在执行日常的训练，突然一束强光挡在3架战机面前。毫无疑问，3架战机被强光吸收后发生坠机，坠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地面，随后发出剧烈的爆炸。万幸的是，3位飞行员竟然毫发无损，但其实他们已经死了。他们刚刚撞上的光束，正是追赶怪兽来到地球的3位奥特曼。在3位奥特曼的附身下，史考特、查克、贝斯才得以幸存。长官看不懂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于是命3人强行休假，直至军方调查出真相为止。而砸在丛林中的怪兽开始悄然孵化，只见它即将破壳，露出猩红的眼睛。一位老者出现在史考特、查克、贝斯的身边，老者二话不说，将3人带到一个地下秘密基地，直言不讳地告诉3人已经死亡的事实，是奥特曼拯救了他们，并告诉3人，2地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保护地球的责任就靠你们了。在基地内，3人认识了小矮、小胖、小瘦3位机器人。3人3机器虽然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奥特曼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便给自己的战队取了一个拉风的名字——奥特力量战队。夕阳西下，丛林中的怪兽1号已经孵化完成。只见他头顶一束食人花，甩着无数的绿植长臂，一出现便袭击了2人。随后这货便冲向城市的街道，肆无忌惮地破坏起来。奥特力量战队得到警报，迅速出动。3位机器人坐镇总控室，查克、史考特、贝斯3人前去歼灭。史考特的战机呼啸而过，随即就射断这货树根藤蔓。不料这货有顽强的再生能力，脑门被击中后也会迅速恢复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另一只掉在海里的怪兽也被渔民打捞上来。只见他金光泛起，宛如小龙虾的2号怪兽随即出现。史考特赶忙前去对付2号怪兽，1号怪兽则由查克和贝斯对付。贝斯首先被怪兽击中，被握在手中就是几个高速旋转。此时的怪兽2号已经走上街头，依旧是怪兽3件套，先摧毁建筑，再轰炸汽车，然后就是吓得人类四散奔逃。史考特从天而降，对着2号的脑门就是一炮，2号奋起反击，史考特战机被打个正着。就在史考特战机坠落之际，史考特奥特曼在这一刻成功变身，面对依旧在破坏的2号怪兽，史考特奥特曼从天而降。2号怪兽定睛一看，这全身都是腱子肉的奥特曼，一看就不好对付。2号怪兽心想，来都来了，自己也要试上一试。于是2号首先发动攻击，就这，2号又抡起手臂，被史考特接住后，一脚把2号给端了出去。战场的另一边，贝斯还困在1号怪兽的手中。就在贝斯战机被1号强酸腐蚀之际，天空一声巨响，贝斯奥特曼闪亮登场，一束光从1号的口中冲出，贝斯奥特曼飘然而至。面对狰狞的1号怪兽，贝斯劈断一根触手后，又被另一只触手束缚，贝斯硬生生的把它扯断。1号怪兽越战越勇，只见他又缠住贝斯右手，开始攻击贝斯的下3路，随后又有无数的触手包裹贝斯。就在这货张开血盆大口吞掉贝斯之际，贝斯的计时器开始闪烁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查克告诉贝斯，这货是植物，把它弄到海里，可以让盐水泡死它。得令的贝斯抱着这货就向海洋飞去，然后一头扎到海里。就在此时，1号的一根触手冲上岸边，缠绕住一块岩石，海内的怪兽很快便被腌成了咸菜。就在贝斯冲出海面，以为取胜之际，岸边残留的怪兽肢体迅速克隆孵化自己。面对毫无防备的贝斯，上来就是一个勒脖子。空中的查克迅速前来解围，光线射断这货触手后，这货拔腿就想逃。只见贝斯大手一挥，用念力吸收周围的海水，一招奥特水柱打出，水柱正中1号怪兽后脑勺，当即变成了一滩蔬菜汤。而史考特这边还在挨打，面对2号的攻击，史考特毫无办法。2号怪兽扑向史考特，抢起自己的尾巴，对着史考特就是一阵酸爽的电击。史考特奋力一拳将这货击开，史考特将2号怪兽带到空中，随后狠狠地对着地面砸去。落地的2号怪兽散落了一地，原来这只是他的铠甲。这货露出本体开始吸食附近的高压电能，一举击中空中的史考特。就在史考特危在旦夕之际，机器人3人组够意思，驾驶着战舰就冲向闪电。一阵酸爽过后，史考特奋力挣脱，随即召唤出奥特闪电球，一球击中这货的脑门，随后又是几束奥特切割，还不解气，最后一招格兰尼姆光线彻底把这货击得粉碎。奥特力量战队一战成名，官方却因奥特力量战队的存在而担忧，并在这个女人苏珊的建议下逮捕战队成员。史考特是个热血青年，当即就找到苏珊和她评理，可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史考特当即就坠入爱河。苏珊是一个反战主义者，她告知史考特下次遇到怪兽，能不能先与他们交流一下下。史考特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机会就这样到来，怪兽3号从雪山苏醒，这家伙看上去就是一个憨憨，对人类毫无攻击力，一不小心踩了人类的汽车，还把自己摔了个跟头。不一会，人类的武器首先赶到，坦克导弹瞄准3号怪兽，并对其形成包围之势。苏珊及时赶到，她阻止上校不要开火。
不料上校一意孤行，控制了苏珊。随后万炮齐发的射向怪兽3号，奥特力量战队也及时赶到。队员发现此怪兽根本不还击，反而表露出害怕的样子。就在军队发动总攻之际，怪兽3号伸出翅膀腾空而起，上升中不小心撞击了查克的战机。就在查克战机坠毁之际，查克奥特曼从天而降，查克抱住这个憨憨，想把他送离地球。上校一看奥特曼在保护怪兽，于是大发雷霆，要求手下发射导弹，一起把奥特曼消灭。查克发现不妙，立马释放奥特气泡光束，将怪兽包裹起来。就在导弹到达之际，史考特、贝斯及时出现，3位奥特曼一个漂亮的走位，就引爆3枚导弹。地面的上校以及苏珊都以为奥特曼被消灭，而这个憨憨也被查克送至安全的星球。与此同时，苏珊的团队发现了坠落在沙漠的怪兽4号，将其取回实验室后，利用光能和电能孵化了它。一只看似温柔实质邪恶的兔子出现，这只兔子引起苏珊泛滥的少女心，在阻止了博士对兔子的研究后，将兔子抱回自己的办公室，真的是太草率了。苏珊发现兔子能听懂她的话，于是兴奋地冲出去告诉同事，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粉兔子变蓝兔子，奥特战队很快便检测到这只兔子的存在。就在苏珊带同事进门之际，却发现兔子已变成恶魔，兔子破墙而逃，好在没有伤害3人，而街道上的人类却没有这么幸运。目睹着恶魔的恐惧，贝斯查克及时赶到束缚住恶魔，史考特趁机救下苏珊，将她放置到安全地点，并且通过耍帅的姿势让苏珊认出他就是史考特。恶魔长出2条舌头，袭击了贝斯查克2奥，随即摆脱了2奥的束缚。史考特及时赶到，把这货撞出几百米远，随后这货被砸在一座大楼之下。就在3奥以为取胜之际，恶魔炸毁大楼，一个强力的攻击后，还不等3奥还击，这货消失在空中。原来他会瞬间移动，3奥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恶魔的长爪子束缚。在恶魔的蹂躏下，3位奥特曼很快便红灯闪烁。人类的武器这时倒引起了恶魔的注意，只见他一个瞬移释放了3位奥特曼之后，对着人类的武器展开大面积的摧毁。母舰的高矮胖3位机器人通过小小的太阳能为贝斯充满能量，随后也为查克恢复体力。史考特伤势过重，充满电后依旧无法站立，让贝斯查克将史考特扶上母舰，同时也邀请苏珊登上母舰。母舰呼啸而起，对着太阳的方向飞去，瞬间3位奥特曼能量满满，终于真正的反击开始了。与恶魔又大战了300个回合后，3位奥特曼挣脱恶魔的束缚，抓起他的3条尾巴，对着太阳的方向迅速飞去。恶魔想挣脱却无济于事，当能量十足的3位奥特曼靠近太阳，奋力地将恶魔扔向太阳内部，就这样恶魔被焚烧殆尽。影片结束。